好，大家好，这堂课是 Machine Learning and IoT Data Analytics 机器学习与物联网资料分析。这些年我们看到很多机器学习或人工智慧或者是物联网，这些都是相当热门的议题。这些热门议题背后它代表说相当多的 application， 那也会造福我们的生活。那我们这堂课就是希望提供一些不管是演算法或者理论这方面的知识。当然有一个核心就是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演算法。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领域。好，那我们的 outline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可能会跟大家讲 machine learning 会有一点小小不一样。我们因应过去的这2年左右在 AI 领域发生的一些大事，那我们这些大事主要当然就是跟 AlphaGo 相关的然后另外再从 Data Science 的角度来慢慢的介绍现在 Machine Learning 或者 Data Science 的发展有什么跟过去的不一样。好，那我们从 AlphaGo 的这个现象来说起。在2016年的3月发生的事情，大家或许都已经知道 AlphaGo 它已经战胜人类李世石韩国的这个9段棋手。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看看，我们说这个 intelligence 这件事情，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 intelligence。那我们拿一个天平来衡量，天平左边是放的是 AlphaGo， 就是 DeepMind 这公司发展出来的 AlphaGo。那右边放的是李世石。那我们来衡量说 AlphaGo 跟李世石谁的智慧比较高。我们用好像有一个可以量大家智慧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比赛说穿了就是有这样子的味道。那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 AlphaGo 以4-1击败了李世石。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当中有3个主要的比赛。那第一个比赛是在前一年的10月，是对繁辉5-0。那个比赛在当初呢，没有太多的琢磨因为有一些相关研究发展的这些人来说当初为了要发表，他们不希望有太多的曝光所以5-0对繁辉的这个比赛后来才被发现来讨论。那讨论的结果马上就接下来就有一个对韩国棋士的这个比赛这个是2016年的3月。那到最后大家知道结果是4-1。那这个1被大家认为是说人类最后一次有机会击败电脑那事实上到最后这个猜测当初只是一个猜测，结果后来大家认为说这个好像是最后的事实。那最后还有一个2017年5月对这个柯洁的3-0这个比赛，这个大家其实已经知道人类没办法击败电脑，只是说确认结果也是如大家所预期的但有一个差别是2016年到2017年大家有一个小小的差异是说2016年的比赛，那当初很多人会认为人类还是会赢，可是2017年呢局势已经改变了很多人我相信都会认为是 AlphaGo 会赢，那事实上也如大家所预料的。好，那当初在电脑围棋的发展之前有所谓的电脑西洋棋的发展。电脑西洋棋发展可以回溯到1997年那时候我其实在博士班就读那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说，在这个所谓的 Deep Blue 的发展击败了苏联的这个棋王那时候也是造成轰动。但是那个时候所用的演算法说穿了不过是简单到像 Alpha Beta Pruning 这样子的技巧搭配一个优异的电脑运算，那达到击败人类棋士的效果。那这样子的方法对于电脑围棋却可能不太适用，因为电脑围棋其实它的 complexity 它的盘面的可以下的可能性复杂许多所以说我们发觉说从1997年到2016年知道说在2016年 AlphaGo 它发展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演算法，在大家叫做 AI 的演算法，或者说 specifically 我们会说是深度学习或者 deep learning 的相关演算法。这样子新的演算法造成说现在跟以前有蛮大的突破。那这个大的突破我们会认为是跟用 AI 这样子角度来说，从 AlphaGo 跟这个 Deep Blue 我们来相比较的话，
这么多年，大约20年的这个改变哈。那 Deep Blue 的演算法哈，或者说它也许有一些 AI 哈，到 AlphaGo 这边它有什么样子的重大的进程？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啊，第一个是 AlphaGo 它处理的是围棋，它跟 Deep Blue 来比的话，它的 complexity 高出许多。大家应该都知道说这个围棋是19乘19路哈，所以它的下棋的可能性多很多哈。那第二个是说 AlphaGo 它跟 Deep Blue 来相比的话，那 AlphaGo 它用了叫做General Purpose 的 algorithm 哈 ，General Purpose algorithm 说穿了不外乎就是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人脑哈，我们说我们可以用来思考不同的问题哈，我们可以拿来算数学哈，我们也可以是去思考说我们要去吃什么样子的午餐，那这些不同的题目哈，我们说要去思考，那但是呢，其实都是用同一个大脑来去完成这些决策哈。那这些就是所谓的 general purpose 的 algorithm 哈。那你说一个 algorithm 可以做很多种用途，那这样子的 algorithm 当然非常厉害哈。那以 AlphaGo 来说，它其实用了所谓的 deep learning 这样的演算法。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deep learning 演算法，它其实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包含 text mining 啊，包含speech recognition， 还有 computer vision 都有相当不错的成果。那我们说这样子的演算法好像有一点意思哈。那另外就说 AlphaGo 它也不是评价了一些 handcraft 的 rules 哈，跟 Deep Blue 的相比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它其实这些 rules 哈，或者说你要硬讲说它有这些 rule， 其实都是从 data learn 出来的哈。那我们可能会说AlphaGo 哈，它跟 Deep Blue 来相比的话 ，AlphaGo 要有更多的 intelligence 哈，或者说它思考比较像人。那这件事情其实蕴含的是说 AlphaGo 它用这些演算法或者 Deep Blue 这些演算法有 iterative 的这样子的收敛过程，这好像是我们人脑再次思考某些事情，然后得到答案这样子的味道。那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说 AlphaGo 跟人脑的思考有点像呢？好，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个 IoT Data Analytics， 我们讲到这个 Big Data 或者说大数据或者巨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从各个管道获得各式各样大量的数据，在短时间之内累积起来哈。主要的这些大数据来自于2个方向哈，第一个是machine产生的，就是说智慧工厂哈，或者说 sensor 智慧家庭，这些各式各样的 sensor 得到的资料哈，这些资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说它有用或者没用，或者说重复性很高哈，所以这样大量的资料储存下来，那怎么样子来进一步的来从当中获取知识哈，这是部分的议题。另外一部分的大数据来自人产生的，譬如说社群网络哈，大家在用 Facebook 用 Twitter 也是时时刻刻都会留下一些各式各样的足迹，那这些足迹也代表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如何从当中获得 knowledge 也是另外一部分重要的课题。这2部分的大数据产生了，那我们如何来解读它？那过去可能在还没有这些大量异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产生数据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呢，在近几年当中特别是近2年我们可能说90%的 data 在这2年当中产生，当然这个数据会随着时间所改变那因应这样的数据，特别是最近产生的数据，我们怎么样子取舍，说需要存下来，或者是丢弃或者怎么样子做 compression 浓缩这都是一个蛮困难的议题。好，那我们给各位一些很简单的概念譬如说所谓叫做 petabyte， 早些年我们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所谓的 gigabyte那现在大家的硬碟很少是 terabyte 以下的那在 terabyte 再上去就是 petabyte。那我们说1 petabyte 其实相当于我们用高解析度的 movie 来衡量的话，相当于是13.3年的 HDTV 的内容，或者是相当于接近6万部电影的内容，这样子的容量，但是相当的庞大但另外一个有趣的角度是说，如果我们说50个 petabyte 是多少呢
50个 petabyte 其实就相当于是所有人类所写下来的内容，从有人类历史或者说从有文献记载的事情以来，哈，人类所写下来的各式各样的内容，也不过就是50 petabyte 哈。所以说，我们的演算法能够从gigabyte 开始分析到 terabyte 到 petabyte， 是有相当大的进步哈。那这样进步，当然你可以想象说是能够改变好很多分析的历史，得到一些以前没看过的 knowledge。好，那我们讲这个 big data， 一般大家都会有 volume、velocity、variety 跟 veracity 哈，这4个 V。那这些不同的 V， 它代表的就是这个 big data 研究的一些重点。比如说 volume 指的就是说data 这个量非常大哈，那量非常大，过去哈可能就把它丢弃了哈，因为这个讯它没办法处理那么大量的资料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说 deep learning 的兴起哈，那 deep learning 它可以吃大量的资料，甚至说这个资料量越大，它的performance 越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size does matter 哈，就是说我们今天希望说 data 哈能够量很大，我们把它能够吃得进来，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研究上的挑战哈。那 velocity 的意思就是说它质量产生的相当的快，那产生的相当快，那我们要说你的 machine 可不可以及时的来处理这些资料？那能够处理的话，那你的 machine 必须要效率能够提升到某种程度哈。比如说，不管是这个 machine training 的效率，或者说 machine prediction 的这些效率，都能够跟得上，每秒产生大量的资料，能够跟得上哈。那 variety 的意思是说，这个模型它能够可不可以处理各类型的资料，包含说各类型 multimedia 的资料哈？那这当然是一些技术层面的挑战哈。那 veracity 的意思是说，这很多资料它可能是具有大量的这些 noise， 或者有很多这个似是而非的资料。那我们的模型可不可以自动的把这些不是重要的资料或者是非正确的资料删除？这也是一个挑战。好，那我们说 data changes the games， 意思就是说哈，从早期我们的模型大部分是 model driven 的这样子的 approach 哈，那时候我们说一个模型它可能是透过一个专家或者几个专家合力的好来完成这个模型哈，那这时候这个模型当中可能会一般含有很多个这些 rules 哈，那这些 rules 来协助我们做预测。那现在有 data driven 的 approach， 意思就是说这个模型它不是透过2个专家完成的，它可能是透过模型它自动的去train这些 data 哈，train的结果哈，我们产生了一个模型。那一般来说，这个模型可能会比传统的这个所谓 model driven 的 approach 哈来的更为 robust。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专家有些时候他可能一些 viewpoint 可能比较偏狭，或者是说依照时间的演进，这些专家的这些知识可能会过时。那这时候我们 data 如果能够持续的喂进来，好，那这个模型它可能会能够与时俱进的具有某种程度的 performance 哈。那如果是 data driven approach 很重要的话，那我们就会说 data is the key，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公司或者一些单位它拥有大量的资料，那我会说这些公司或这些单位它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演算法，可能就可以产生一些相当不错的这些 conclusion 啊，为它所用。这时候呢这些大公司这些单位它可能会拥有相当程度的 power 来决定正确的决策哈。那相对来说呢，像台湾好这些中小企业比较多，那怎么样子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跟这些大公司大单位来抗衡，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哈。那根据这个 data science 的这样子的这个议题哈，那我们会就说我们需要学习，譬如说 data preprocessing、data representation 哈跟 modeling， 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课程都会逐一的教授到。好，那我们说我们这堂课的 IoT Data Analytics 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IoT 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包含说energy 哈、transportation 或 smart environment 哈，或者说 smart factory，甚至说 medical 跟 retail 这不同的这些 application， 那我们说 IoT 它都需要大量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哈。那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好，怎么样子能够适当的用在不同的 application？ 好，这是我们这堂课可以学习到的部分哈。那这些
不同的 application 它会产生大量的资料哈，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大量资料的底层哈，有像 Smart Continuous Sensing Monitoring 这样子的 foundation， 这样的 foundation 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持续的能够监控好，然后感测这些环境，使得我们能随时掌握这个环境的最新状况哈。那这也是我们这堂课要学习的部分哈。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从这个 AI 的角度跟这个 Data Science 的角度来告诉我们 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在这个时代所具有的意义哈。那我们这个单元到目前为止。